先跟我们虎场大拷問的朋友打個招呼。請說普通話。跟誰？虎場大拷問，我也沒有口音呢。來，你比我還刻薄。虎場大拷問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井柏然，我在片中飾演阮念。我是孫千，我飾演尚之桃。那可以先互相介紹一下對方的角色嗎？芊芊這一次在《早春千兩當中演的尚之桃是一個既卑微又清醒的女孩，非常獨立，然後也很有野心。然後在職場上遇到阮念之後，在情感和工作上都完成了一次很瀟灑的成長。哇哦！我哥呢，他飾演阮念嘛，是看似毒舌，實則也很毒舌，實則慢慢的改變成長當中，他變得非常的替別人考慮，然後並沒有像最早的那種只顧自己。但是他肯定有自己的難言之隱吧，那麼毒舌。其實你誤會蠻深的，他這種毒舌只是針對尚之桃而已。這樣嗎？還蠻過分的。對。如果這個毒舌屬性 battle 一下的話，你覺得是景哥能贏還是阮念能贏呢？景哥吧。啊，這麼嚴重？對，太嚴重了。阮念還有的時候刻意凹，你知道吧？景哥就是一說話就很毒。認證嗎？不承認是嗎？忍了。但我覺得阮念他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有稜角的人，但是他好在就是這個人你不用猜，因為他的表達都非常的直接。對，他表達的時候是非常直接，他很多時候不表達。對，就是他的，反正就是這個人物的魅力就是在於他的缺點要比優點多一些。那尚之桃有沒有掌握破解他毒舌的秘訣呢？尚之桃我覺得這個人本身就挺能破解的，就是你要一般的毒舌面對你，他就很痛苦很受傷，那你說尚之桃沒有用，就是可梗了。最強的矛配最強的盾，你知道你扎過來，哎，我也很硬。罵完他10句之後回去痛苦了一會兒，然後說沒事，明天又是最好的尚之桃，就這樣。對，然後他一來說，哎，你怎麼又滿血復活？是我的嘴還不夠毒嗎？然後但尚之桃根本都不再怕的。但這個也是最能拿捏阮念的一點。那如果是你們本人遇到阮念，會有什麼拿捏他的方法嗎？先打他，直接拉黑。不是吧？那合作之前你們對彼此有什麼了解嗎？我覺得芊芊，在年輕的女演員當中，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特別的樣子，非常文藝的那種女孩，非常有故事感的那個樣子。我們倆之前活動上有見過，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女孩很特別。早就想的時候有一個機會可以一起合作，然後我們在活動上也見過。活動上有打招呼嗎？有啊，有打招呼。那會兒還沒有確定說在早春有合作。那你們打招呼的契機是什麼呢？隨便打的。契機就是想打招呼。迎面走來點個頭那種。你跟別人打招呼還要契機？就不能出於禮貌，就不能出於彼此尊重，然後有點好奇，就非得有個契機，就是單純想打個招呼。看見帥哥，其實不想說一句嗨。後來是怎麼熟悉起來的呢？一開始覺得芊芊有點高冷，因為她的樣子也挺高冷的。然後後來接觸了之後，原來跟我一樣，就是都是東北靈魂，都是大碴子老鄉。哥的那個東北話應該絕對比我的那個等級要高，因為有的時候發那個微信，一發微信我都懷疑誰搶他手機了。就是沒合作之前，我的男神，簡直太期待了。然後你看，這就是誤會，這就是因為就是他就是我跟芊芊每次私底下就是微信聊天的時候，我覺得他就是我東北語言的對象。我也是只針對孫千我才會說東北話，因為我跟很多朋友其實是說法語的。OK， 其實法語這邊我也懂，下次給我發一個。那你們倆的微信是無法轉文字的那種，必須點開聽的。本身也不轉，就是想聽他那一口老鄉的感覺。你覺得東北人之間還能有什麼話題？無非就是麻辣燙。我們翻聊天記錄都是麻辣燙，最新發現哪家麻辣燙。就這麼一點事兒。聽說你提前為靈美最有腔調的男人準備了一整個衣櫃的衣服，那這次搭配起來會覺得手拿把掐了嗎？也沒有手拿把掐，因為正好就是在自己很專業對口。沒有，就是正好是遇到了一個合適的角色，然後在那个衣服的這個設計上確實也有一些小小的說法，比如說在之前他完全是一個情感封閉的一個狀態裡面，他就是領帶，然後穿得很正式，很緊實。然後遇到了淘淘之後，這個扣子不斷的在打開，其實也是他對於外界和自己這個工作領域環境裡邊的一個
按捺不住的信号，也包括颜色上，遇到上枝桃之后，上岁数的男人开始变得有色彩。但说到这儿特别搞笑，因为我们拍摄期间正好我们两个孙谦跟井柏然也赶上了有一个时装周，然后我们戏里边本身就沾了一点时尚，就是这一塊的一些工作，然後剛好我們兩個都離組去參加了時裝周，還遇到同一個時間，在一個酒店。你會覺得，哎，這是欒念還是井柏然？大方說唄。這是一個就是很有品味的帥哥。你可是貴公子的鼻祖呢。那如果你們和欒念、上枝桃 battle 一下時尚表現力，你們覺得誰會拔得頭籌？說呀。孫謙。您往前這是什麼意思呢？有想講的話？有誤會。哦，那就上枝桃。好。我們景哥心中的答案是欒念。那我們井柏然自己呢？更不用說了，不爭不搶，這在哪兒？在哪兒來着？現在有很多路透和片花嘛，就讓人感嘆不愧是成年人的戀愛。劇中有哪個橋段是也讓你們覺得哇，這得怎麼演才可以？有沒有讓你們震撼到的一場戲？比我更成年人一點，我聽聽你的答案。我覺得可能還是親密戲，對，親密戲，反正都完全沒有畫面。然後我們那個組裡邊也專門給我們請了一個親密指導。首先他會輸出他的審美，其次呢是他會指導我們怎麼去做動作，怎麼去表現，就是這一塊美學的東西，然後會給我們一些方向吧。而其次因為有他在，我們兩個也會放鬆一些。對，真的挺有用的，在心理上。那都說欒念和上枝桃是白天半熟，晚上全熟嗎？你們認可這個稱號嗎？白天不熟，白天一點不熟。晚上就有點過火，怎麼說呢？過熟，其實蠻準確的。你們那都表達的有點平。那要你們來形容的話，怎麼形容他們的關係呢？就極端。不能說，再說就很那個了。再說要充 VIP 了是嗎？對啊，不能說了，點到為止。路透嘛，就是因為狗狗吵架那一塊，就是看你們兩個人對着哭訴，然後在那搶狗的撫養權嘛。然後大家評論就說，不知道還以為你們愛的是那隻狗。你們是怎麼理解這場戲的呢？愛的是我們錯過和失去的那個家吧。其實盧克在兩個人的關係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粘合劑。他就像這兩個人的一個孩子一樣。所以為什麼說那場兩個人吵架，其實是在挽回彼此。可以說更多是欒念在挽回上枝桃，但他只能用孩子，用這個狗盧克去說事兒。所以他在片中台詞也說了，說分個手跟離婚似的。是我嘴不浪跡哦，是欒念自己本身的嘴不浪跡的原台詞。那跟狗狗拍戲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嗎？會看到你最符合原著的一個演員了。我們倆有他才成立。那你們會有給他帶什麼小零食之類討好他嗎？或者跟他拉近一下關係？那肯定有。他倆關係更好一點。還是要上一些手段，就是給零食了。畢竟也是演員嘛，就是作為全片1:1完全還原的一個演員。就私底下多互動，多增加這種默契感嘛，就是跟哄小孩一樣。劇中有很多極致拉扯的那個元素嘛，想知道你們兩個人是從哪個節點開始心動的呢？反正這兩個人很奇怪，我覺得這兩個人都很作呀，好不了幾秒，然後就又吵起來了，然後又好又吵起來了。就感覺兩個人可能太愛了，說不上來。就是還是體現在這兩個人在這個愛情長跑當中。對彼此的改變，因為上枝桃他已經愛到是沒有自己了，然後對於欒念來講，他作為本身是一個只愛自己的人，開始為了上枝桃慢慢放下自己，所以就是這個整個這個情感關係的這場長跑當中，兩個人的一個給到彼此的一個成長，我覺得是比較極致的。